你好，这退伍军的，台湾那边。这几天啊，有一个视频啊，火的是一塌糊涂。有个游客是个台湾人，到这个景区门口检票啊。那咱们都知道啊，我们这边这个退伍军人啊，拿这个退伍证，在好多景区啊，那都是免票的，或者说是半价的。这个呢是国家对于咱们这个子弟兵的优待啊，天经地义的。结果这位台湾哥们儿呢，坐这个检票口啊，手伸这个兜里面呢，摸了半天，啪，拍出一张证件啊。这检票的小姑娘当时就愣住了，为什么呢？因为那个证件上它印的是繁体字啊，那是台湾那边的退伍证。哎，你琢磨琢磨当时那个画面啊，这个小姑娘心里面肯定在犯嘀咕。哎呦喂，这算怎么回事呢？这是那边的兵啊，这算是友军还是那个啥军啊？那这个票我是免还是不免呢？这个视频啊没有拍后续，但这个哥们儿吧，后来在网上说了，进去了，免票了，而且还不止这一回。这哥们儿拿这张台湾的退伍证啊，是走南闯北啊，在咱们大陆的好多城市啊都试过。你猜怎么着？大部分时间啊，只要把这个证一亮，咱们的工作人员稍微愣神儿，紧接着就是大手一挥进。按下应回票，全程乘检票已使用。他这个门口说是直接进退伍军的，台湾的。58，啥？他说是台湾的退伍证。哦。对。这个也不是手签了，这个上是03了的。但是我们说的是中华民国一部分。但是这边是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然后我是台湾的退伍军人，应该也算。先发地点，哦，这个是你对。其他景点让你进去了吗？其他景点我在其他省份的有进去，就重庆，然后福建那边的有。对。这个事一出来啊，网上那是彻底炸了锅呀，说什么的都有啊。咱们来看看大家都在争什么。首先呢，咱们来看看支持免票的网友们啊，那也是相当的有气势啊，主打一个格局，大国格局，进，这不是普通的一扇门啊。哎，你要是把它关在门外面呢，那就是外人；你若让他进来呢，那就是一家人。我们一家人啊，不止一个，是2300万台湾同胞都回家。台湾的退伍军人啊，保卫的也是中国的土地啊，必须享受和我们大陆的退役军人一样的待遇啊。更何况人家都说了，台湾也是中国的一部分啊，这话没毛病。如果谁敢说台湾军人不是中国军人啊，那肯定是错误的。一般的景点啊，写的是退伍军人优先或者是免费，并没有在这个退伍军人前面加定语。那他既然都说了呀，他是台湾的退伍军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啊，那咱们就格局大一点啊，大大方方的让他进去啊。这正方的这几位网友的话啊，听着是真提气啊。那这里的核心逻辑啊，就是2个字儿：认同。哎，只要你认同啊，你是中国人，认同台湾呢是中国的一部分啊，那咱们就是自家人。那既然是自家人呢，家里来了客，还在乎那100-10来块的门票吗？这种做法呢，在咱们传统的统战思维里啊，叫攻心为上。哎，你看啊，这几10块钱一免呢，换来的是这个台湾退伍兵心里的热乎劲儿啊。他回去跟那个邻居一说啊，哎，这个大陆啊，真把我们当同胞啊，这个效果呢，比发多少文件都管用啊。这是一种政治上的大智慧，是用这个文化认同去化解政治隔阂。但是吧，事情呢总有两面性，也有很多的网友啊，觉得这个是不对劲儿啊，甚至觉得心里面憋屈。咱们来听听反方的声音啊，其实也是很有道理的。军人免票的前提啊，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免票。我承认你是中国人，但是你承认吗？试问你是否为中国人民付出过什么？穿个台军装到处占便宜啊？哎，你倒是贴个中国国旗也行啊。如果你对这个台湾同胞们啊说过一句早日回归祖国的怀抱，都算你有血性。但是你付出这些内容，有一条是爱国的吗？你应该拿着这个去日本、美国试试，看看有没有优惠政策。碰碰
发现评论区啊，其实很多啊都是慷他人之慨。法律上来说吧，弯弯的退役军人啊是不符合免票的。如果他们可以享受退伍军人待遇的话，那他们岂不是一样可以考公考编加分？这本质上啊，景区放他们进来还是避免麻烦和卷入一律漩涡。而网络上啊，大家都认同呢，是因为毕竟不损害普通人的利益。如果是让弯弯的退役军人啊去这个银行或是火车站之类的地方走这个退伍军的窗口，你看大家急不急眼啊？台湾退伍军人不能优惠，台湾军人啊与大陆军人不一样，大陆军人呢是通过层层筛选才能参军的，而这个台湾则是啊年满18岁的公民必须服兵役，那也就是说啊，年轻人个个都必须要去当兵。如果是优惠或者是免费了，那整个这个台湾人啊都要优惠或者免费。那这几位网友吧，那是人间清醒啊，一下子就把这个问题拉回到了法理和现实的层面。这第一呢，就是这个义务和权利的对等。咱们解放军免票啊，是因为他们抗洪抢险啊，保家卫国，他们为人民服务了。那这个台军呢，以前嘛，那是对峙方啊，没让咱们操心就不错了，哎，凭啥享受咱们的优待呢？这第二啊，实际操作的 bug， 反方第3条说是太到位了啊，咱们这边当兵呢是千挑万选啊，那是荣誉。那台湾那边呢是义务役啊，就是是个男的成年了就得去。那要是这样免票的话，那基本上就等于啊，所有的台湾成年男性来大陆旅游都免票了，看这个景区还开不开了？还有这第3啊，滑坡效应，就像这个第2位网友担心的啊，如果今天免了这个门票，明天他们能不能要求考公加分？哎，能不能要求走这个军人优先通道？这就涉及到一个极其敏感的公平性问题。其实呀，这个事啊，之所以能吵起来啊，是因为咱们站在了不同的维度上看问题。这正方呢看的是未来，是希望通过这种释放善意啊，拉近两岸的距离，为了统一大业不算小账。那反方呢看的是当下，是强调规矩、法律和公平，哎，不能为了这个统战而模糊了是非功过，那更不能让咱们自己的子弟兵受了委屈。首先啊，咱们得给那个贵州景区的检票员啊点个大大的赞。那咱们换位思考一下，如果说他当时把这个脸一板，说去，哎，你这个证件我们不认，这是伪军证件，买票去，这符合规定吗？那或许啊是符合规定的，毕竟咱们的退役军人保障法那是给咱们解放军定的。但是吧，这要是传出去，好听吗？人家这个台湾同胞大老远来了，那本来就是想回家看看，你这一嗓子喊出去，那就是把人往外推啊，那是把人心给推凉了呀。那现在是什么时候呢？现在啊是咱们要争取这个台湾民心的时候。这个哥们儿吧，虽然拿的是那边的退伍证，但是他首先是个中国人，对吧？只要他认同自己是中国人，只要他不是那种搞这个台独的死硬分子，那他呢就是咱们的兄弟。那既然是兄弟，这家里来了人，还在乎那100来块的门票吗？我大概看了一下，绝大多数网友都是支持免票的。这弹幕上都在说免，必须免，来了就是客，两岸一家亲。他回去啊，跟他的战友啊，跟他邻居一说，哎，你们猜怎么着？我去大陆啊，人家真把我当自己人呀，那个优待哦，比在台湾强多了。这一句话哦，顶咱们国台办发100个文件。但是吧，这个事啊传到台湾那儿，那个画风啊，简直就是阴阳怪气啊，酸气冲天。有些个绿营信徒啊，就是那帮被洗脑洗傻的人，在这个网上骂开了，说什么呢？哎呀，这是大陆的统战手段，千万别上当。还有人说啊，你们这帮退伍军人啊，真丢脸，为了90块钱的人民币啊，就把尊严给卖了，不知廉耻。更有人骂啊，拿着咱们的证件啊，去跟敌国要福利，你们是乞丐吗？听听啊，这话儿说的我都替他们脸红。哎，我就想问问这帮台湾喷子啊，你们好意思提尊严这俩字吗？在台湾呢，退伍军人啊，现在是有个什么待遇啊？以前吧，还有个荣民的称号，受人尊敬。那自从这个民进党这帮人上来以后吧，那就是变着法儿的打压、侮辱军人，砍这个退休金，那是刀刀见血。在舆论上呢，把这个老兵啊骂成米虫，说他们啊是吃闲饭的。那有些这个台湾老兵啊，在那边过的是灰头土脸的呀，甚至连相应的医疗保障都得排队。哎，好不容易来一趟大陆啊，咱们这边吧给了个免费，给了个笑脸，给了个老班长的称呼，人家那是感动啊，那是觉得终于有人拿正眼看自己了。结果你们那边啊，不反思自己为什么没有把军人给照顾好，反而骂人家贪小便宜，你有脸说这个话吗？
那个台湾退辅会的头啊，叫什么冯世宽的，以前呢也是个空军司令啊，他也出来说话了。他说什么了？农民不应该成为追求免费的代名词，要有军魂气节。这话吧，听着是冠冕堂皇啊，其实就是在那儿装大尾巴狼。哎，我就想问问这个冯大诸位，你所谓的什么军魂气节，就让这个老兵们在那边受气，就让他们在那边看着政客吃香喝辣的，自己连个景区门票都买不起。哎，如果你们台湾的福利制度够好，如果你们真的尊师重道、尊崇军人，他们至于为了90块钱被咱们感动吗？说白了啊，不是咱们的统战手段太高明，是你们那边做的太烂了，全靠同行衬托呀。其实吧，这个事啊也不是1天2天了，早在2023年吧，就有好多这个台湾退伍军人去这个厦门旅游。那厦门那个地儿啊，离这个金门啊就一脚油门的事儿。他们在这个鼓浪屿啊，在植物园啊拿着那个荣民证啊，咱们这边啊都给免票了。这个事儿吧，在这个台湾退伍军人的圈子里啊，早都传开了，这就成了他们之间一个公开的秘密，也是一个心照不宣的默契。甚至还有更觉得啊，你记得上海那个4行仓库吗？就是电影《800》里面讲那个地儿。前2年呢，有一个台湾的退伍军人，穿的一身老式的军服呀，跑到这个4行仓库门口打卡敬礼。那当时周围啊，全是咱们大陆的游客，有人拦他了吗？有人骂他了吗？没有，大家伙啊都在旁边静静的看着，甚至有人啊给他鼓掌。为什么呢？因为大家心里面啊都有一杆秤，当年在这个4行仓库里流血牺牲的，那不管他当时啊穿的是什么颜色的军装，他打的是日本人呀，保的是中华民族，只要是抗日的，那就是民族英雄啊。这位台湾老兵来这儿敬礼啊，那就是对历史的致敬。咱们大陆老百姓啊分得清什么是内战，什么是外务。在这个民族大义面前啊，那些个政治分歧啊，那些个什么党派之争啊，都得往后稍稍。咱们现在给这个台湾退伍军人免票，其实也是这个逻辑的延伸。咱们国台办啊多次强调啊，两岸同胞都是骨肉兄弟，那对待兄弟能跟对待外人一样吗？如果是美国大兵啊拿这个证件来了，那绝对是不行啊，门票1分都不能少，还得查查你是不是间谍。但是台湾同胞他不一样啊，而且你发现没有，就是现在不是所有的景区都是全免的，那有的是半价，有的是打折。这也说明啊，咱们各地在执行的时候啊，他也是在摸索，在把握这个度。我觉得这个度吧，把握的挺好的啊，既给了面子，又没有破坏规矩。其实景区的做法呢，咱们可以理解为一种法无禁止即可为的善意模糊。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下啊，确实是没有这个明文规定啊，给这个台军免费，但是也没有明文禁止。那工作人员这么做呢，更多呢是出于一种朴素的同胞情谊。但是反方网友的担忧也是不无道理啊。那这种模糊它不能一直持续下去啊。未来如果这个两岸真的走得更近了，或者说这类的情况更加多了，国家层面呢确实是需要给出一个明确的说法，是把它作为一种特殊的统战福利固定下来，还是严格按照法律啊只优待咱们的人民子弟兵，这都需要一个标准。但是无论如何啊，有一点咱们是有共识的，咱们是欢迎台湾同胞回家看看的，看看咱们祖国的大好河山。门票免不免费呢是小事儿，只要你心是向祖国的，咱们这心里的门啊永远是敞开的。好啦，今天就聊到这儿啦。那对于这个事儿你是怎么看的呢？欢迎在评论区聊聊哦。我是小懒，我们下期再见。